消費唔單止為咗買嘢，仲係一種體驗。佢係咁樣噶，咁樣知唔知？打咗估價，我而家打估價，我而家打邊個？我打唔打到古狼機？有陣時某一種咁樣嘅消費係對一種自己心靈嘅滿足。動漫 IP 固之然可以打造沉浸式展覽，電子產品一樣都啱加入體驗元素。電子產品點解咁適合呢？就係講一啲拍攝嘅晶片，可能呢幾年都係指數級咁樣去成長啦。所以我覺得呢啲就真係好需要體驗式嘅。勁歪，係啊，嗰陣時一校角度，佢影晒360度嘅。要揾到網上購物同埋現場購物嘅一個分別，最主要就係個鋪自己本身究竟有冇佢嘅特色啦。面對北上消費、網購熱潮，要吸引客人親身落鋪買嘢，商戶都要各出奇謀。咁今集我哋就揾嚟相機代理商同埋動漫策展商，講下點樣喺鋪頭裏面引入體驗元素，吸引客人消費。另外仲會揾嚟大德良行香港董事總經理，分享一下呢一種嘅經營模式，會唔會帶動嚟緊零售同埋鋪市發展？普遍加入體驗元素嘅商戶都要大啲嘅鋪位，有策展商就長租咗一個大概2萬尺度嘅地方做動漫展覽。嗱，創興廣場咧地庫2層咧都係由 Incubase Arena 租用咗啦。咁佢就係做一個動漫嘅體驗場館。咁裏面咧會有展覽嘅區域啦、銷售區域啦，同埋有少少餐飲嘅地方。咁而家入邊咧都做緊一個蒙面超人顧家嘅展覽，我哋一齊入去睇下啦。我哋而家咧搭電梯落去啦。咁其實咧喺我嘅正前方咧已經見到今次展覽嘅主角啦，就係顧家。嚟呢度啦。咁我諗咧蒙面超人就應該都好多人都會睇過啦。我自己細個咧其實都有睇過，但係因為都隔咗一段時間，所以其實個印象都唔係好深刻咁樣啦。咁如果真係有啲咩講錯咧，都請大家多多見諒。我一入嚟咧就見到顧家揸住電單車啦。咁佢呢度咧其實個展區咧都分咗好多部分啦。我哋而家嚟到第2個部分咧，其實就見到有好多嘅手稿啦。咁佢顧家咧，其實佢就係以鍬形蟲咧作為一個靈感嘅來源啦。咁所以見到咧，佢一路嗰個手稿嗰啲演變咧，都有嗰個鍬形蟲嘅影子。咁呢一個咧就係最終嗰個版本啦。咁當然就唔少得一啲經典場口同埋唔同形態嘅顧家啦。初生形態係我最中意嘅，因為咧又見到另一個全能形態啦。咁如果大家細心留意咧，見到咧其實佢就係咧射緊嗰邊。哇，好仔細喎！佢咧連佢嗰個打鬥場景入邊咧中槍嗰下咧，見唔見到啊？都呈現翻出嚟。英雄式嘅動漫又點少得壞人？嗱，呢個咧就係玫瑰女啦。咁其實佢喺顧家入邊咧就冇一個怪人嘅皮套嘅，咁係展覽咧就係特登幫佢咧創造翻呢個形象出嚟，所以呢個咧都係即係必看嘅要點之一。嗱，仲未完㗎，嚟到展覽尾聲。仲有5個昇華形態，大家又中意邊個多啲呢？咁睇完呢個展覽呢，我覺得呢個展覽嗰個完整度都好高啊！因為一開始呢，佢就係用第一集入邊出現過嘅一啲古文字開始啦，然後去到最後呢，又有雪地大戰嗰個結局嘅場景，內容都好豐富，同埋中間仲有好多啲手稿啊，俾大家睇到好似製作嘅一啲幕後花絮咁樣。睇完展覽，仲有周邊產品可以買，場館裏面都有特定商品區，售賣各類動漫產品。其實某程度上，我哋嘅行業咧，都講緊一種叫做情緒價值啦。好老實講，有陣時你一啲周邊未必一個係好有叫做好實用嘅一樣嘢嚟。買嗰個產品係為咗啲咩呢？係為咗一種去表達自己中意嘅某一個作品啦，係一種情緒嘅消費嚟。咁本身係動漫迷嘅葉生喺2021年成立 Incubase Studio， 主要策劃以動漫做主題嘅展覽。最初都冇一個固定場館，直到2024年租咗尖沙咀一個地方做展館，咁之後再轉租旺角創興廣場。咁佢話揀場地嘅時候，主要有3個考慮因素。首先第一樣嘢，做得一個收費展覽，你都不能夠太細，咁所以尺寸係第一個條件啦。地點啦，第二就係要喺香港裏邊吸引到人流。首先個地方要方便啦。第3點嘅就可能係嗰個樓高啦。如果一個場地個空間個樓高都夠大，咁我哋可以做到唔同類型
更精彩嘅展覽嘅機會就更多啦。創興廣場係由廖創興企業持有，地庫呢兩層曾經喺2017年嗰陣由實惠租用，月租大概103萬，尺租大概42蚊。咁去到 Incubase Studio 喺2024年租用嗰陣，大市鋪租比2017年又再跌多1成。雖然葉生未有透露確實租金，但係估計或者會比實惠租用嗰陣更加相宜。咁佢就話租金佔整體成本大概3成，大部分開支屬於變動成本。即係基本當然有人工啦，我哋呢度鋪裏邊有一啲基本嘅員工去營運啦。我哋一個 project 裏邊有好多個成本喺裏邊啦，授權嘅費用啊、製作嘅成本啊、marketing 啊，咁我哋每2個月就叫做換一個展㗎咯，又要重新做過晒所有嘢，所以就會對翻嚟講，即係如果用個百分比嚟講，個租金因為佢係一個 fixed cost 啦，就變得冇我哋嗰啲 variable cost 咁高。至於收入方面，主要嚟自門票同埋產品銷售，各佔大概一半到。旺角場館自2025年1月開幕以嚟，一共搞咗8場展覽，錄得超過10萬人次入場。咁有啲更加做出唔錯嘅營業額。喺上年我哋舉辦咗一個百變小櫻嘅展覽啦，surprisingly 其實個成績都亮麗嘅，由餐飲啊、銷售商品啦，到入場嘅飛啊，咁其實我哋都做到接近1000萬港幣嘅一個生意營業額。不過一個展覽嘅籌備時間隨時以年計，例如蒙面超人就用咗1年半到2年嘅時間去準備。咁所以展覽嘅回本期分分鐘都係以年計。因為日本授權嘅審批係非常之嚴格嘅，除咗要有新鮮感啦，但係亦都唔可以偏離個作品。都由設計概念過咗之後呢，我哋仲要排程啦，即係喺邊個國家度落地啦、製作啦，然之後市場即係 marketing 啦。所以看似一個簡單嘅展覽，其實喺後邊嘅準備功夫其實非常之長，投資時間亦都會好長啦。Incubase Studio 除咗有喺香港設立固定場館，亦都有喺馬來西亞同埋台灣開分館。咁嚟緊仲會去韓國同泰國再開。咁不過借計香港嘅話，而家只係勉強做到收支平衡。勉強嘅地方係，就算個項目本身有機會係做到收支平衡，咁我哋都面對好多譬如人力成本啊、租金問題啊咁樣嘅壓力咯。所以就某程度上，我哋必須要做到每一個項目係要有盈利，先至可以 cover 到我哋即係剩餘嘅成本。喺咁多地方裏面，佢覺得台灣同埋韓國嘅民眾比較習慣俾錢睇展，咁所以業績都會比較容易達標。睇展當然係一種沉浸式嘅體驗，咁但係一啲平時會接觸到嘅產品都一樣適合加入體驗元素。我哋今日嚟睇呢間尖沙咀嘅相機鋪呢，佢就係一個體驗式嘅旗艦店嚟嘅，一共有2層啦。下面嗰層呢就係展示啲產品，咁上面嗰層呢就會不定期搞啲工作坊，教啲顧客點樣操作部相機嘅。而家一齊入去睇下啦。呢一間柏麗大道嘅複式鋪頭，2層夾埋嘅建築面積超過1300尺，每一日嘅平均人流量大概200到300人。咁我可以吸住跟住拍住自己咁樣喎。係啊，我哋試下影一張相先。係咪倒數㗎？影咗，係啊，影咗。死咯！有咁多咗嘢，唔緊要，又再影多張。下面就會最主要就係銷售啦、體驗啦，然後就係一個我哋叫 display 啦。咁樓上呢，就會係一個我哋叫做輔助嘅角色。咁我哋定期呢都會舉行唔同嘅 workshop。最簡單就係講座啦。第二種呢，就係一啲我哋叫做 DIY 嘅 workshop 啦。譬如我哋喺今年情人節呢，咁我哋會有一個套一個我哋部機嘅外殼啦，咁然後俾佢做一啲DIY 啦，咁然後最後一種就係我哋一啲叫做實地體驗式嘅 workshop， 可能我哋會有一架包架旅遊巴，咁然後我哋去一啲野外嘅場地就開始做呢一個無人機嘅放飛啊、體驗啊。呢個相機品牌由舊年10月開鋪到而家，已經搞咗大概20場工作坊，吸引嘅大多數係比較年長嘅客人。年紀稍長嘅人咧，喺購買上會更加為審慎，所以佢哋點解咁需要呢一種體驗式消費？就係佢哋嘅消費力好高嘅。咁但係個前提就係你要話俾佢聽，到底買咗有咩用？葉生就補充，品牌嘅消費年齡層最多嚟自20到30歲，其次就係40到50歲。
而鋪頭本身嘅設計就係用嚟迎合唔同年齡層嘅需要。例如下面嗰層係俾比較年輕嘅客人做簡單查詢，而上面嗰層就係俾比較年長嘅客人做深度體驗。不過呢一種經營模式又係咪真係帶動到營業額？其實我哋嘅營業額基本上每個月都過百萬嘅。我哋都叫做收支平衡啦，因為都好 to be honest 咁樣講，成本係高嘅，因為我哋要有呢一種體驗式嘅消費，無可避免。我哋喺人員上，我哋喺一啲叫做 marketing expense 上係一定會高啲。可能我哋搞一次活動，可能講緊都要幾萬甚至十幾萬嘅支出。雖然人工同埋租金都仲係最大嘅營運開支，咁但係籌備要開呢一間鋪頭嗰陣，正值疫情階段，鋪租已經比高峰時期回落唔少。我而家身處嘅尖沙咀柏麗大道啦，咁風光時期一個鋪都月租過百萬㗎，咁但係而家有一啲嘅鋪位呢，佢嘅月租已經係回落到10幾萬㗎啦。咁有商戶就係趁住租金回落，咁租咗呢一度嘅一個複式鋪位呢，去做佢嘅旗艦店。呢一間相機鋪連埋隔離嗰3個鋪位，原先係一間超過5700尺嘅鋪頭，咁喺正清真寺側邊，坐落柏麗大道頭段，都算係呢一條街嘅鋪王。早期係由周生生喺2008年租用，去到2012年零售高峰期，月租更加去到300萬，直到2021年退租。其後業主喺2023年將鋪位一拆四，喺24到26年期間租俾萬福珠寶、Bossini、Clarks 同埋 Insta 360。4間鋪頭嘅建築面積介乎大概790到1500幾尺。月租由12萬到20萬不等，尺租就介乎大概91到151蚊。咁4間鋪頭夾埋每個月嘅租金大概57萬，比高峰時期嘅300萬回落超過80%。根據戴德梁行嘅報告，尖沙咀每平方尺嘅鋪租喺今年第一季大概係869蚊，按季微跌1%，比2019年嘅高位回落咗接近40%。至於另外3個零售核心區，包括銅鑼灣、中環同旺角，按季都錄到升幅。咁係咪代表租金已經觸底回升呢？觸底回升，我相信係㗎啦。個租金咧，其實由高峰嘅時候到而家咧，一線嘅街區大致上都跌咗最少有70-80%㗎啦。咁而家呢個水平咧，喺商戶嚟講就係覺得做到生意。今年整體咧4個主要嘅區份咧，個租金咧會係港島區會升得多啲嘅。我相信係大概3至5%啦。咁至於九龍區嗰2個區咧，個升幅會略為少一啲，個幅度大概係1至到3% 左右。租金微升之下，4個核心區嘅商鋪空置率都有所改善。參考戴德梁行嘅報告，第一季嘅空置率係4.2%，比舊年嘅5.9%明顯跌咗。咁曾經一度被指係死場嘅柏麗大道，情況又有冇跟住大市而改善呢？咁成條購物街全長大概300米，咁一共有大概68間鋪頭。拍攝當日，我哋數到有9間吉鋪，空置率大概1/3，比舊年同期錄到嘅18間已經少咗。咁雖然空置率降低咗，但租戶組合就洗過晒牌。有成40年歷史嘅柏麗大道都反映住香港零售市道嘅轉變。80-90年代，柏麗大道嘅租戶係以國際同中高檔嘅時裝品牌為主，咁例如有 Esprit、Benetton 等等。沙士過咗之後，自由行開始推行，柏麗大道都變身做金行大道。去到2012年，風頭更加一時無兩，雲集4大珠寶品牌，包括周生生、謝瑞麟、周大福同埋六福珠寶。到咗2020年，本港新冠疫情爆發，重挫旅遊業，柏麗大道嘅吉鋪數量一度升到18間，空置率高達6%。到咗今日，金行嘅比例明顯減少，租戶組合趨向平民化同埋多元化。咁除咗科技產品，仲有服飾同埋夾公仔鋪，開始多翻啲租戶。我初嚟嘅時候，可能我左右兩邊都係吉嘅鋪啦，咁但係而家都會有翻新嘅鋪頭啦。我哋都係想雙贏嘅，我哋都唔希望一個顧客嚟
買完我哋嘅嘢，佢冇其他地方去，或者係調翻轉，佢哋去行周邊嘅鋪頭，佢再入嚟買嘢。咁我覺得呢個先係一個互惠互利嘅商業模式。體驗式消費一直都有，但係真係形成趨勢，可以話係疫情之後，當越嚟越多人習慣網上買嘢，就越嚟越多商戶加入體驗元素，去到吸引客人現場消費。咁不過呢一類商戶嘅承租能力就未必及得上傳統嘅零售商。大致上體驗式嘅消費咧，如果喺零售角度就3種啦，一就係飲食啦，咁第二樣嘅嘢咧就係我哋會 wellness 或者同一啲運動有關係嘅，咁第三類咧就係玩啦，包括係可能入去玩一啲 VR。咁我諗呢幾種咧，其實係有唔同嘅付租能力。譬如好似呢啲 VR 場景，我諗佢哋能夠付租嘅能力就未必好高，但係要個場地嘅硬件要配合，包括可能有啲要高啲嘅樓底啦，個地方唔可以太細啦。咁雖然呢一類租戶嘅承租能力未必好強，咁但係就有機會帶嚟更多人流。咁所以部分商場嘅大業主都會引入呢一類租戶，而 John 就認為，商場甚至可以利用一啲冇再營運嘅戲院，去到改裝做體驗式場館。一啲戲院其實都好多結業啦，咁呢啲場館會唔會可以改裝作為一啲體驗式嘅場館？我覺得可以，改裝需要嘅費用好大，咁兩者之間都要考慮，就係話個商業元素其實逐啲講句就係計唔計得掂數啦。喺業主方同埋喺個租客方都係。體驗式消費已經成為全球趨勢，但係要做得成功，有一點，無論係商場業主定係零售商都要留意。消費群當中呢，其實佢哋嘅口味係經常變。咁我諗喺商場嘅業主或者係零售商當中呢，佢哋自己都要知道啲客戶個口味幾時變，變啲乜嘢。好快就要轉到身，咁我諗呢個就係做 B2C 嘅一啲營商手法必須要考慮嘅一啲地方。講到體驗式消費咧，其實我自己咧都係幾捨得使錢咧，係一啲體驗式嘅項目嘅。咁例如係睇 show 啊，或者好似今日睇呢啲嘅展覽啦。咁因為同一般就咁買件產品翻嚟用唔同啦。咁呢一個咧就係一個五感嘅體驗，亦都係完咗個活動之後咧，你會有一個回憶啦。所以今集咧都比較特別㗎，就係同大家一邊睇鋪啦，另外一邊咧都了解咗兩個商戶咧，就係做呢一種嘅體驗式嘅銷售模式。咁唔知道大家又中唔中意呢啲題材嘅古仔呢？咁都可以留言講下啦。咁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。最後啦，中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俾我 like 支持下我哋啦。